10月16日，位于中国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2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换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啊，建立实验方法啊。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啊，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啊，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在这般紧张又充实的日子里，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9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100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尧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1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当时是我们宋家树副主任主管啊，在他的领导之下，组长是武胜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的3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啊、技术人员和工人的3结合，充分发挥啊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啊，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热核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地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到弯路。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彬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
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3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青材料蹦出来了，蹦到他脸上，大概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啊，主要的来看就是2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21呢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9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当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2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叫氢弹突击队吧，就一个师大概是30个人。为了承担656功号，就爆轰试验功号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当时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拟定了整个的爆轰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中也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破坏作用。这个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验，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爆轰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尺寸的爆轰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到种子。当时我们这个研究所呢，做2项任务，一项叫做冷实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这个爆轰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2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2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就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得到了证明。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1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万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部分9院参试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都用它好多。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
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万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1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100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儿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弹的在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筒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9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不要去。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伞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受飞机弹舱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郭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哈，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说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箱里面嘛，伞箱嘛不是有个尾罩嘛，尾罩打开，后面像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儿，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哎，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罗太恒在很紧的情况下，把它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2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
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散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着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196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2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硕石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9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0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儿坐等着看见那飞机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它飞呢，它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儿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怎么自己跑了呢？也没有投，大伙儿也搞不太清楚。强大的爆震波形成冲击波远区聚集。在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所以我们最艰苦的是0后半小时，我们要跟着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我们进去要分3批，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2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的。汽车开到爆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
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鲍新那里的尘土有1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那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拥护的。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套红喜报。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月，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